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。这一节我们将正式进入节奏界面。在这个界面中，我们可以对内置的节奏模板进行查找、试听，以及将想要使用的模板拖放到歌曲轨道中进行编曲。这个界面分为5个主要的区域，顶部是工具栏，也是我们这节课程将要学习的重点。接下来是搜索条件区域，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打点查找功能来根据节拍速度搜索节奏模板，还可以通过多条件筛选器来搜索节奏模板。在下方是搜索条件显示区域，这里包含了一个文本搜索框，可以根据输入的关键字对模板进行搜索。在我们使用条件筛选器时，这里会显示出我们已经指定的筛选条件。在下方左侧是 MIDI 模板库的浏览器，在这里可以按照不同的 MIDI 模板库对节奏模板进行查找。右侧是最后的搜索结果区域，这里会根据我们指定的搜索和筛选条件显示出相应的搜索结果。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对搜索结果进行试听。最下面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歌曲轨道区域。EasyKeys 2中的每个节奏模板实际上是由3个部分所组成的，包括歌曲片段、和弦以及 MIDI 音符。例如，我们随便挑选一个节奏模板，将其拖拽到歌曲轨道区域中，这时您会看到所拖放的内容中实际上包含了3行，从上到下依次是歌曲片段、和弦以及 MIDI 音符。当我们松开鼠标左键时，就可以更为明确地看到这3个部分。顶部是歌曲片段，标注了片段的名称；中间是和弦，这些和弦都可以修改；底部是实际的 MIDI 音符，也可以在网格编辑器中进行编辑。就目前而言，我们只需要知道每个模板都会包含这3个元素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删掉这个片段，可以在选中片段后按下电脑键盘上的删除键将其删除。好，我们先来看顶部工具栏，在最左侧是针对搜索条件的后退和前进导航按钮。点击后退按钮，可以按照我们搜索条件的添加顺序进行倒退。例如，我们先选择布鲁斯风格，再选择标准类型，然后再指定一下 EasyKeys 2的 MIDI 模板库。这意味着将只显示 EasyKeys 2模板库中的标准类型布鲁斯节奏模板。此时，单击工具栏上的后退按钮，搜索条件被取消的首先是对 EasyKeys 2模板库的选择，再点一次，标准类型的条件也被取消了，再点一次，对布鲁斯类型的筛选条件也被取消了。而单击前进按钮，则又会重新选中布鲁斯风格这个条件，再点一次会重新选中标准类型，再点一次会重新选择 EasyKeys 2模板库。接下来是模板的回放速度选择器。在我们对节奏模板进行试听时，默认情况下回放速度会与宿主软件的工程速度自动保持同步。这是因为在 EasyKeys 2底部的回放栏中，默认激活了跟随宿主按钮。如果您想听听这个模板原来录制时的速度，可以激活速度选择器中的原始按钮。此时再对模板进行试听，就会按照其原始速度进行回放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在右侧的菜单中选择半速回放或倍速回放。有时将某个模板用半速或倍速的方式来进行回放，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另外，还可以在这个菜单中选择将44拍节奏模板按86拍进行回放，
或者是将86拍的模板按44拍节奏进行回放。再右侧是8度偏移功能，可以将节奏模板的整体音高按8度为单位进行提升或降低。在8度偏移按钮的右侧是演奏力度控制，滑块在中间位置时，代表节奏模板是原始力度；向左侧调节是降低演奏力度。向右侧调节是提升演奏力度。再右侧是调性设置，默认在进行试听时，节奏模板所演奏的调性会自动跟随底部回放栏中的调性设置。这里可以看到，默认是 C 大调。如果激活了调性设置中的原始按钮，则对模板的试听将按照此模板录制时的原始调性进行回放。有些节奏的和弦转位是只适合某个调性的，因此有时使用原始调性来对节奏模板进行试听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另外，对回放速度的设定、8度偏移、力度控制以及调性的选择，这些操作不仅仅会影响到对节奏模板的试听，同时还会影响拖放到歌曲轨道中的片段。例如，我们设定倍速播放，再调一调演奏力度，然后拖放一个模板到歌曲轨道中。现在播放歌曲轨道，您会发现此片段也是根据我刚才的设定来播放的。此时即便是将回放速度改回默认，演奏力度也改回默认，但歌曲轨道中的片段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。好，我先删除这个片段。在调性设置按钮的右侧是显示网店中的 MIDI 按钮，激活此按钮后，会在 MIDI 模板库浏览器窗口下方显示出官方店铺中的 MIDI 模板扩展包，可以进行试听，但不能拖放到歌曲轨道中来使用。工具栏的最右侧还有一个选项按钮，这里包含了用户 MIDI 与链接文件夹功能、筛选条件列显示、搜索结果列显示以及高级的排序功能。现在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链接文件夹功能。在用户 MIDI 与链接文件夹的子菜单中，有一项添加链接文件夹命令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。例如，您或许有一些自己的 MIDI 节奏模板，可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，或者是自己制作的 MIDI 片段。通过此功能，可以很轻松地将自己的模板添加到 EasyKeys 2中来使用。例如，单击此命令将会打开一个文件夹选择窗口，在这个窗口中，我选择一个包含了额外 MIDI 模板的文件夹，单击选择文件夹，然后回到 EasyKeys 2的 MIDI 模板库浏览器区域中，在最下面会出现一项已链接的文件夹，这里显示出了我刚才添加的文件夹。此时这个文件夹就可以像 EasyKeys 2中的 MIDI 模板库一样来进行使用了。选择这个文件夹，在搜索结果区域中就会显示出这个文件夹中所包含的 MIDI 文件，同样可以进行试听。也可以直接拖放到歌曲轨道中来使用，这就为我们进行编曲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也便于朋友之间共享自己制作的节奏模板。
在已链接的文件夹名称右侧还有一个菜单，这里包含了从筛选条件中排除、取消选择、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，以及同步文件更改，可用于修改了文件夹内容后同步更新操作。最后是解除链接，选择此项后，这个文件夹就不会再显示在 EasyKeys 2中了，但并不会对您硬盘上的文件夹或内部文件有任何影响。好，这节视频就先到这里。在下一节视频中，我们会继续深入了解节奏界面中的其他功能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